这情报啊，暂时就掌握了这些，告诉你们洪政委。我会把他的意思及时转达给特委。其实特委啊，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在搜集城中日军的情报。等你下次来啊，我会详细的提供给你。我刚刚进城的时候，碰到武树清和一个鬼子军官坐在一块儿，吓死我了。他肯定认出我来了，但没点破我。哦，顺便告诉你们政委和萧毅，这次日军在郢城的最高指挥官不同凡响，他们不随意抓人，还礼待吴树清。不管在任何场合，都尊称吴树清为民国的县长，弄得吴树清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知道鬼子最高指挥官的名字吗？哦，叫川岛浪速。不过，据我们侦查，这很可能是个假名字。我说，长官大人别杀我，我就全说。站住！和各位长官说，敢胡说八道，老子今天给你上大刑。是长官，这名堂全在两撇小胡子上，两撇小胡子都朝上翘时，就是告诉鬼子前面没有中国军队；当小胡子向下翘时，就是告诉鬼子前面有中国军队重兵把守。当贴在路口的小胡子左撇朝下弯时，左路不通，鬼子应朝右拐；当小胡子右撇朝下弯时，右路不通，鬼子向左拐。是谁指使你们在我们的辖区张贴这些人单广告？是日本人。你撒谎！日本人能同你们直接打交道吗？没有，长官，我不知道。小娃子，长官，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是郢城的陈会长。陈祖标。你说什么？山麻子。对，就是他。他定期来，有时来送广告画和大烟，有时来发布广告画的命令。你和他们在什么地方接头？刘家洼村东头的破山窑，我可以为长官带路。其他地方呢？其他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在刘家洼同陈会长接头。都说完了吗？说完了，长官，真的都说了。带他下去。是。严密看守。饶命啊，长官！长官，饶命啊！我都说别打了，长官，长官，饶命啊！你们都看见了吧？小鬼子打了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用的是土掉渣的办法，而且十分实用。石总，我马上带特务连去刘家洼设防，捉拿陈祖标。不，让这老小子再多活几天。从他们张贴人单广告的迹象来看，鬼子马上要有军事行动。我要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我有人单广告教训完了小鬼子，再拿不迟。小娃子，到，向郢城方向派出小股侦察部队，严密监视鬼子动向。是。这些画都是你画的？啊，怎么了？能不能给我画一张这样的？画你？啊，对呀。很贵的哦。哦。
我有钱。如今这世道，什么怪事都有。坐吧。这儿啊？哦，不行，光天化日的，我这人怕羞。走吧。好。哎，冷大哥，冷大哥，冷大哥，哎，你们先回去吧。臭小子，师座急等你情报呢，你在这儿自的。哎，冷大哥，哎，大哥，你听我说嘛。叫冷副官。叫大哥不是更亲近一层吗？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求老子给你求情啊？快说，是不是没完成任务？要真那样的话，我自己就在野地里把自己解决了。大哥，任务不仅完成了，而且还是3件。3件？别跟老子兜圈子，说。第1件师座交代的好交差，第2件师座感兴趣的也好交差。这最后1件，我就不知道师座认不认了。既然是任务，那就直接说不就行了吗？可兄弟，我心里没底呀，军法无情啊。你个臭小子，你是想拉老子一起挨军棍啊？自己扛去。哎，冷大哥，这不是求你想办法吗？哎，你是副官，师座身边的红人，又是小一虎的舅舅。得，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说什么事儿？我给师座话。哟，行啊，小子，哪儿呢？啊，在这里面呢。大白天的，我怕被人发现。行啊，小子，师座等你呢，快去，这事交给我。是。交通站说，特委已经成立了一个侦察组，专门为我们提供日军情报。啊，据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日军已经在营中建立了一个军火库和油料库，城中驻扎军人和编制还不详。另外，今天下午从渠城开过来一个大队的日军，没有进城就宿在城外，看样子像是有什么行动。好啊，刚让汉奸张贴完人单广告，鬼子就派来一个大队，部队住在城外，说明他们的进攻时间是明早凌晨。我命令，红缨的独立大队连夜疏散刘家洼村百姓，并在各个路口张贴意思相反的人单广告，先把小鬼子搞得晕头转向。是。卢国发，你打头阵，不要恋战，打乱了鬼子阵脚之后，迅速撤至地道，准备反击。是。冷山娃，到。你的任务最关键，连夜准备大量的柴草，还有辣椒面。到了刘家洼，找个上风口，埋伏的离村子越近越好。听到枪声以后，不管3七21，点火放烟，但要记住，把握好时机，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明白吗？不明白。不用你明白，照做就行。还有，如果这一仗把小鬼子打疼了，陈祖彪这个老乌龟，就该在龙口露面了。这我明白了，师座。任务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赶快回去准备吧。哎，我还有第2件事没说呢。你小子怎么回事？命令都下达完了，还有情况没说。我又不知道这算不算军事情报啊？影城带回来的消息都算情报，说吧。刚才我说过，进城的时候见过鬼子官，我已经把它画出来了。哦，拿出来看看。这人好面熟啊！看这，天太晚了，送洪大队长回去，然后马上回来。
好好跟我说说这个鬼子指挥官的详细情况啊。嘿嘿，你小子去了趟影城，怎么变得鬼鬼祟祟的啊？师座，这个小子的确变鬼了，我们谁都想不到他干了这么件事儿。抬上来。中天玄剑。师座，颍中百姓视您为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一把利剑，我建议把师座的这幅巨像挂在2副对子中间，让淞沪市全体官兵和颍中的100万民众清清楚楚地知道，颍中是谁在领导咱们抗战。好啊，抗战，你小子进了趟城，就轻易地了了弟兄们的心愿，师座不赏你，我赏你。抗战，这画是谁画的？报告师座，是我在颍城请了一位老画师画的。老画师边画边流泪，最后他咬破手指，用血或者颜料写下这4个大字。师座，这是颍中百姓对您抗日的期望啊！师座玄剑，保土安民。说得好！姐，那幅画你不高兴？我知道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个，可我还是没忍住，违反了党的纪律。姐，可我是发自内心的。别给自己戴那么大个帽子啊！画师的血让我看到颍中抗战的希望，萧毅当之无愧。姐，画师还有话说，可我没敢对师座说。颍城陷落后，这点鬼子比师座做的高明。那您的事？许多老百姓为此恨上了师座，可画师呢，却不这样认为。他说，鬼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安的不是什么好心，是国家和民族的仇人。可萧将军呢，虽然说让人做了点遗憾的事儿，可他也是抗日英雄啊。中国呀，要是能多出几个这样的英雄，就一定不会亡国。说得太好了，师座的确很难，鬼子很强大，而我们却东躲西藏的。难民对部队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而又危险的包袱。姐，你真善解人意。师座要是知道你内心里是这样的理解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小毛孩，你也懂善解人意？当然懂了，善解人意嘛。善解人意是男人心中最看重的一点。我告诉你啊，以后这种嘴少骗，赶快回大队，一会儿还得疏散刘家洼的老乡呢。是。前进！前进！
鸡蛋！再让他们尝尝咱们中国的特产辣椒烟。早くよ、こっちの方だ。こっち行け。行き止まりです。もう戻りましょう。おい、退却しろ。早く退却するんだ。早くしろ。こんなことするんだ。早くしろ。报告。进来。班长，刘家洼伏击战成功了，一个大队的鬼子几乎被全歼。好啊，多消灭鬼子嘛，固然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儿。可是有人出了风头，有人却成了甩干饭的。班长，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那就动脑筋想啊。刘家洼伏击战的成功，首先是谍报战的成功，我们都没有想到吧？红英居然用土的掉渣的办法协助萧毅，不但让日本人的谍报人员吃了大亏，就连我们这些个军统都被弄得相形见绌，成了个甩干饭的。我明白了。明白了，就要想办法扭转这种被动。总之，这次谍报战的成功，功劳不能落到红英等人头上。一旦让战区和重庆方面知道，是因为共产党的谍报工作让淞沪师在颍中取得了这次大捷，那么你我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是，沈晨将铭记班长教导。好吧，你再回到战场上去看看情况，我呢要马上理份电文。是。罗国发，到。打死了多少小鬼子？报告师座，正在统计，至少不少于500人。好嘛，一个大队没掏出几个。洪大队长，到。迅速组织和鬼子尸体数量相同的老乡，最好是年轻小伙子。每人先赏1块大洋，让他们每人自备1辆独轮车，1张草席。师座，你就别闷在葫芦里卖药了，明确任务吧。让他们把这些鬼子的尸体全都送回颍城。师座，我看这样不妥吧？这里的老百姓可都是手无寸铁的呀，你这样恐怕会引起鬼子们报复性的屠杀呀。照我说的办，我心里有数。师座，事关这么多的人命，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坚决不执行。你以为我是草菅人命对吧？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做出这个决定的。抗战已经详细地向我说明了日军最高指挥官川岛浪速的情况，大部分情报还是你们特委提供的。这个家伙是个收买人心的高手，武术清被他搞得无所适从，颍城的百姓也大量的返回颍城。这家伙
在百姓中的声誉恐怕比我萧绎还要高，还要好。你们想想，这样一个处心积虑的家伙，怎么可能因为一时冲动，就毁了自己费了这么大劲而树立的名声？班长，立刻发出去。是。哎，对了，小沈他们几个拉我搓麻将，想合计着宰我，稍晚点儿把人头马送我房间去。那我现在就去拿吧。慢着，我的话没有听明白吗？我说是稍晚点儿。那就让沈晨送过去行吗？美酒配美女才更纯，沈晨他能做到吗？刘小姐，有什么事吗？叫你们师座出来一下。他在开会。我有急事儿。稍等一下。什么事儿？你先看看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你觉得我做错了，就当我今天没来过。文倩，你误会了。你这么做，等于是背叛了这个组织。你想过后果吗？大哥，如果说我背叛了组织，那早在陆源就背叛了。要说后果，我早在陆源就想过了，今天早已经不在乎了。不在乎就好。不在乎就跟我进去，在大伙儿面前露个面。我倒要看看，在营中谁敢动我小妹一指头。大哥，你终于又亲切地叫我小妹了。走。你些小鬼子训你。来，坐吧。小沈呐，柳芊芊倒向萧绎是迟早的事儿，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红英正在逐步获得萧绎的赏识和好感，击垮红英和军中共党势力刻不容缓。我们不如现在就推柳芊芊一把，让她给萧绎带去点我们的秘密，可以让萧绎重新对她产生好感。柳芊芊一旦获得了萧绎的好感，她必不容红英这个不离萧绎左右的美人。一旦我们对红英动手，她就会不遗余力。就她的个性而言，她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她的这个优势条件，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二则，
我判断柳芊芊倒向萧绎，是殷勤所困，他还不敢轻易放弃组织上赋予他的使命。毕竟，他的父亲为党国元老级人物，眼下又在受着西安事变的牵连。真要是弄得流了血，或是萧绎同我们翻了脸，柳芊芊又是我们最好的保护层。所以说啊，让萧绎重新对柳芊芊产生好感至关重要。班长，虽然你说的很透彻，可是有件事情我注意了很久，还是不太明白，不知当问不当问。小沈呐，你虽说不爱动脑子，但你的资质不错，这也就是我器重和培养你的原因。来，坐吧，有什么话你尽管问。近一段时间，班长忽然对柳芊芊骚扰，是吗？班长明明知道萧绎和柳芊芊的过去，你还这样做，这不是在冒险吗？再说，班长在我们心目当中可不是这种人。谢谢同志们还能对我有个正确的评价。我不如此，柳芊芊不危险，能引起萧绎对她的关注吗？柳芊芊会不顾一切地寻求萧绎的保护吗？小沈，你记住，大凡一个真男人，在内心里绝不允许他关系亲近的女人受到伤害，特别是性伤害。我可没有看错，萧绎就是这样的男人。班长，要是这样，那可真的危险了。谁都知道，萧绎杀人从来不手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重庆军委会及颍中战区翁总司令，卑职现已侦破日军在颍中各地利用汉奸以张贴人单广告画作为刺探军情，在我防区内暗中指示日军进攻方位的要案。卑职以为此案具有特别意义，建议在全国各战区广而告之，彻底粉碎日本谍报人员的破坏活动。什么？他破的间谍案，这不是明着抢功吗？师座，我现在就找那个姓秦的问个明白。你先坐下。山娃子，接着念。另据多种迹象表明，淞沪师中以红英为首的共党分子活动猖獗，而我等政训人员却举步维艰。更有甚者，刘家洼大捷后，萧绎不惜逼迫我颍中民众数百人，冒着被日军屠杀的危险，将数百具日军的尸体送往颍城。属下认为，萧绎此举除别出心裁的个人表现外，还有讨好日军之嫌疑。上述情况均已属实。军事调查统计局颍中特别班上校班长秦怀喜。姐夫，姓秦的已死到临头了。杀人不过头点地，秦怀喜命不该绝。啊？为什么？芊芊，这封电报发了吗？没敢发。全文照发。师座，这不妥吧？我们坚持颍中战场，一无兵员补充，二无粮饷救济，打了个胜仗，却还要背黑锅，替他人做嫁衣裳。刘家洼战场，日本谍报人员这点小把戏，不仅仅只用在颍中，也许会用在全国的战场上。为了我全国将士少些牺牲，应该迅速传达各战区，而途径只有秦怀喜具备。师座高风亮节啊！至于背黑锅嘛，我已司空见惯，账早晚要算清楚。芊芊，赶快回去，把电报发出去。还有什么事儿？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应付。秦怀喜让我晚些时候往他房间送酒。
送酒？他经常这样？他喝完酒的样子太可怕了。老沙，到！你送柳芊芊回去，就守在那儿。如果他出一点事儿，我就先宰了你，再宰了秦怀喜。姐夫，你放心吧。走。等等，我亲自送他回去。我倒要见识见识秦怀喜的嘴脸。师座，我们正在议政治部主任人选的事呢。改天吧。这，走。芊芊，你要充分利用你手中的电台。我要知道重庆以及全国的情况。大哥，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别的？好，说吧。大哥，你知道吗？今天是我来颍中第2次最开心的时候。那第一次开心是什么时候？是来的当天，你让抗战约我出来谈话，我终于鼓足勇气对你说出我爱你。芊芊，你不能抱有这种想法。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看待。我不这么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坚信这个道理。我今天也很开心，是因为我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了，我这个军统女人还没有那么坏，而且还明白是非。的确，我也开心。大哥，我渴望着第3次、第4次，你我之间最开心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你那么器重红英，如果真的有一天她夹在我们之间，会不会造成你我之间的隔阂？芊芊，你说到哪儿去了？无论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一定会不顾一切打破这个隔阂。你呀，太任性了。大哥，请进。要是时光能倒流，回到照片里，那该多好啊！那个时候，你还是个黄毛丫头。什么人？师座，是我。师座莅临，秦某可是不知道啊。我萧某要干什么，还得让你知道吗？师座，连日大战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当然，要不然怎么能在这儿跟你秦上校不期而遇啊？秦某过来看看自己的部下是否守纪。兵荒马乱的，秦某有这个习惯。你给我记住了，下次再在门外鬼鬼祟祟的站着，我这枪子儿可不认他是谁。师座取笑了，不打扰了，不打扰了。芊芊，你想过没有？有朝一日我要干掉了秦怀喜，会对你有什么影响？想过，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知道，秦怀喜是大哥所不容之人。大哥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顾及到我和父亲的处境。大哥，谢谢。
谢谢你对我们父女俩的情谊。好了，天不早了，我也该走了。我在这儿露了面，秦淮喜就会有所顾忌。大队的红军，活着回来的没几个。我告诉你，这事儿可闹大了，南京和衢城都知道了。不见得是我手下人办事不力，也未必就不是日本人不禁打。到现在你还想抵赖？我可告诉你，皇军那边是守信的，赏金一个子儿都没少你的。可据逃回来的皇军官兵说，那些个路标标记全是反的，村里的中国军队早就有准备。如果你认为能说得清楚的话，好，咱们现在就去见皇军。嘿，你还真别拿日本人吓唬我啊！你说怎么办吧？原因还得从你的人那里去找。好，我传个信儿去啊，好好的查一查，到底问题出现在哪儿。不行，传来传去的话都变了味儿了。这件事情你必须自己查清楚，做个交代，否则的话，日本人怕是放不过你的。告辞。不送黄先生。走。日本人都走了，走了，全撤了。日本人可恨，这他妈姓黄的更可恨，啊！可是爷，看这情景，日本人可不会善罢甘休。您老是不是先出去躲躲？躲？往哪儿躲呀？啊，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啊，老爷我这偌大的家业，要是丢了的话，还不让我死了呢？可是爷，龙口那地方，您老也不能轻易再去了。萧义那帮人不好惹呀。哎，我说，你抽，你整天哪那么些抽的？我看你抽完怎么办？抽不完的，抽完了会有人送来。谁这么大胆的？不要脑袋了？那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就是有人为了白花花的银子不要命的。这人是谁啊？你又不抽，问那么多干什么？哎，我给你们找销路啊！真的？你都是老子一手包养的，是不是？老子还能骗你？哎呀，什么陈会长、旧会长的，老子不认识。哎呦，你连陈会长都不认识，就是陈祖标啊。陈祖标？对呀，定期送的风雨无阻，就这2天又要送了。是他？爸爸，吃饱了。吃饱了？你玩去吧。去哪玩去啊？我去外头玩。好，去吧。你干嘛来了？哎，嫂子，大哥，找我有事儿。我是找你有事儿，也没让你吃饭的时候过来啊。嗨，跟谁娃子也这么说话？来，兄弟，来一块儿吃啊！哎，一块儿吃。别客气。我已经吃过了。没事，大哥，你边吃边说。你倒是说话呀！这这把这娃子急的。干啥的？好事。什么好事？哎，是不是大哥跟嫂子给兄弟说媳妇儿了？比这事儿好。比这事儿还好。大哥，你快说呀，大哥。我跟你说啊，陈祖标过2天就过来了。陈祖标？大哥，你接着往下说。没了。
没了。大哥，你就别给我卖关子了。他什么时候来，在哪里落脚，来干什么，这你总得跟我说吧？这我真不知道。得，那你跟我说，你从哪儿听说的，我自己查去。对，你告诉山娃子，让他自个儿查去。这方面啊，他比你在行。孩子，我这是听别人说的，但是消息千真万确，你可别大意了啊！哎呀，大哥，你还别吃了，你听别人说的也得有个说数啊。嗨，你是不是去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了？那心里虚呀。我说从婊子手上知道就行了吗？会长，人都齐了吗？都在里面等着呢。会长，请。通知队长，目标出现，盯紧了。刘家洼村一带的人单广告是谁去贴的？是翁三金。他人呢？自打刘家洼村打过仗后，他就一直没有露过面。翁三金失踪，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居然没有一个到影城给我报信儿的。确认陈主标在里面吗？肯定没错，我眼睛眨都没敢眨。我守了几个晚上，终于给守来了。兄弟们，我干得漂亮点啊！一会儿完成任务之后，大哥请喝酒，堵住洞口，走。日本人说了，所有的路标指示全是反的，你们这帮废物！爷，现在骂也没用了。翁三金不借人了，我看这地儿咱也别待了，还是赶紧的。里边的人听着，我们已经把你们包围了，再不出来，我们就要开枪了。会长，我们肯定是遇见淞沪师巡夜的巡逻队了，怎么办？慌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外边可是淞沪师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出来混也是为了求财的。只要你放过我们，我给你20根金条，怎么样？讲话的是陈祖标吧？金条老子会收，但是还得搭上你陈祖标一颗人头。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冷山娃，好冤家！哎呦，这样我可死定了！慌什么？他有枪，老子手里也有枪。冷山娃，你给我听好了，有本事你到里头来抓我来！你有枪，老子手里也有枪。打死一个够本儿，打死2个赚1个。妈的，队长怎么办？和他们废什么话？扔几个手榴弹就了事了。不行，今天老子一定要活捉陈祖标。咱们就用师座的削门的法，把这帮狗日的给熏出来。走。爷，这样硬拼也不是办法，要不我们投降算了。妈的，横竖都是死！你要是再跟我说投降这2个字，老子先毙了你！去，给我看看有别的出口没有？哟爷，这没别的出口，就这一条。爷，快看！兄弟们，加油！再给我大点！
灵熏得差不多了，进去把他们给我揪出来。好，等一下，一定要看清那个车里面，把这个老头崽子给我跑了。是。弟兄们，给我上！陈会长，咱们又见面了。搜仔细了吗？里边全是烟，连只老鼠都藏不住。带走。陈祖彪，你把影城鬼子的防御情况说出来。到了阴曹地府，你汉奸的罪名还能背得轻点。妈的！来人，给这个老东西上大刑！是。不必了，直接送上绞架吧。何香，我替你报仇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胡子，别念了，回屋睡觉。什么知乎者也？不行，你还没给我讲课文意思呢。听话，回屋去。虎子，拿着书到你屋里去读啊！哎，听话，乖啊，去吧。长河，你可不能把孩子当你的士兵带。孩子要读书是好事嘛，你这又没个学堂，我只有亲自教他了。你能教他什么？老掉牙的黄历。是，那你就请一个有新思想文化的先生来教啊。这仗要是打个5年8年的，还不打出一代文盲来呀？哎，你还真提醒我了。重庆来电。哦，我得去趟师部。听说他们正在召开作战会议，班长这样贸然闯进去不太好吧？都在更好。未必我这个军统上校去见见萧毅，还需要柳小姐先去通报一声吗？秦班长可别去了，再讨不着好。柳同志，怎么对上司说话的？什么讨好不讨好？我这是对萧毅京城团结的表示。目无长官，太不像话了。这怨不得他，他的这个势头，还不是我们怂恿的吗？小沈呐，沉住气，目前在营中，我们还奈何不了他。
多种迹象表明，日军在郢城的防务空虚，这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光复郢城的战机。各辖区的长官们，你们近期要抓紧部队攻坚战和巷战的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加入郢城战役。诸位，好消息啊！好消息！秦上校，你是不是太放肆了？师座，请先宽恕秦某的冒昧鲁莽。秦某为师座和众位长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诸位，我们的萧师长和淞沪师的全体将士，这次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不，还应该是在国际上大出风头了。师座熏蚊子战法，一口气吃掉了日军近1个大队。为此，日本当局向国联提交报告，说中国的国民党军队使用了化学武器。国联召会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理直气壮地回应说，中国国民党军队连武器都少得可怜，哪里有化学武器？而后，国防部下文，号召各战区向郢中抗日战场学习。诸位，这是对萧毅将军和淞沪师全体将士的最大褒奖。师座，恭喜你啊！我埋首郢中抗战，对外界孤陋寡闻。要真有这么一回事儿，我还要感谢你们重庆政府和你秦上校的好意啊。师座，千真万确，请相信我们军统级的情报来源都是最高级别的。师座，也请相信秦某的诚意，秦某愿同师座及众位长官精诚团结，并肩抗战。秦上校也说了半天了，该有点表示了。好儿也叫了，我们还有重要的会议。是，师座，秦某明白，告辞。我的家乡在郢中，郢中的土地是红色的，因为它被烈士的鲜血所染红。郢中的土地又是银色的，因为它遍地是抵抗侵略的刀枪。郢中的土地也是黑色的，因为它是我父辈们的脊梁。小学校刚开课不久，校名是淞沪师抗战一小，是萧毅指派红英长老开办的。萧毅任名誉校长，红英是实质上的校长。另外，每天上课之前，全体师生要唱《义勇军进行曲》。哈哈，好嘛，完全是共产党的一套搞法，是该我们大打出手的时候了。特别班立即开会，柳芊芊那里我去通知。是。秦班长，哭了？没有啊。秦班长，有什么任务吗？柳同志，你这副哭哭啼啼的状态，让我怎么给你下达任务啊？秦班长，你可真细心，连女孩子哭你都要管。哼。在家里当着爹妈哭我管不着，可在这儿我要管。你对萧毅欲爱不能，中间又插进来一个红英，我说对了吗？
躲在屋子里哭，你就这点能耐？你的能耐应该去夺，去争。秦班长，我劝你不要理所应当的想问题。我知道，作为军统女人，爱上一个人也是要向组织汇报的，否则算违纪。你不会要把这个罪名强加给我吧？理所当然有什么不对吗？很多事情的发展逻辑就是理所当然。沈晨一直帮你隐瞒着，你在49师就爱着萧逸，可我理所当然的想，应该比这个更早，早在西安。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向西北站汇报？当然，你可以死咬着不认账。可是我忽然意识到，出于你对萧逸的爱和对红英的恨，这个任务交给你，就更合适了。你不是常说爱情高于使命吗？正好，现在是爱情使命交织在一起了，你完成任务的动力会更大。秦班长，你的这些大道理，请你拿到会上去讲。你就直接告诉我，我要执行什么任务，只要是我能接受的。你当然能接受，只要你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先看看这个吧。这是宣传抗日的教材。这犯法吗？柳同志，我们工作性质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各行各业中调查那些对政府和领袖发表不利言论的异端分子，特别是军队中的。否则，我们也就妄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了。这篇小学课文和教这个课文的老师，全是出自红英之手。他假借了萧氏所赋予他的权利，在淞沪师中和在社会上大搞赤色宣传。柳同志，你好好看看这几篇课文，就能品出其间味道了。一旦红英的赤色宣传得到了萧逸的赏识，那淞沪师政治部主任的位子有可能就是他的。我们来颍中还有什么作为？柳同志难道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吗？看来秦班长要对红英采取行动了。对，开会，布置任务。请问你们是什么人？怎么随随便便就闯进教室？我们是什么人，你一会儿就会知道。我倒要问问你，这篇课文的用意是什么？宣传抗日有错吗？你这是宣传抗日吗？你这是赤色宣传。我问你，当今是谁在领导中国的抗日？是黑脊梁的农民吗？你这完全是对蒋委员长的亵渎，牵强附会。岂有此理！你们出去！你也不想想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淞沪师一小，是国军部队的军办学校，而你却在这里散布反国民政府的言论，蛊惑学生，诋毁抗战领袖，简直是太嚣张了！把他带走。是。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走走！放开我！你们凭什么开我？放开我！你们这里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里才放开我！你们要抓我去哪儿？放开我！放开我！红阿姨，红阿姨，小家伙，往哪儿跑啊你？看你出这汗！你管不了，快让红阿姨出来！嘿，给我坐着。哎，岁数不大，你怎么不讲礼貌呢？
你就管不了，你不把黄阿姨叫出来，出了大事你负责。行，喂，站好，我带你去。你们好好练啊，走了。哎，虎子，你不上学跑这儿来干嘛？有人抓走了我们老师。不着急，慢慢说。谁抓住你们老师了？是刘阿姨，是她让人抓的。黑姑，集合队伍，跟我过去看看。是。走，虎子。快放我出去！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这群强盗！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快点放我出去！你们这群强盗！这合适吗？走了风当然不合适啊，但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彻底激怒萧逸。萧逸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怕就怕自己给自己设的法。这是他治军的法宝，也是他的紧箍咒，他的死穴。好，我服从。进来。让那个女教师把口供往红英身上集中。红英是小学校长最大的教唆犯，这也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班长，这女教师的气焰这么盛，怕是不容易吧？笨蛋，你们是怎么接受特训的？啊，一个毛丫头都对付不了，把手段全使出来，不惜硬行，一定让她画押。记住，动作要快，红英很快会找上门来。红英来了之后怎么办？你当然应该针锋相对了。她来了就好了，来了就说明她是这个事件的后台。是。刘芊芊，洪大队长，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你把人给我放了！洪大队长，你有你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职能，人是要放，但那是在萧逸的司令部。让我出去！快点放我出去！你们这群强盗！站住！刘芊芊，我警告你，要是再不放人，我对你不客气。洪大队长，这里是特别班，可不是你的独立大队。你再敢往前一步，我就要开枪了！刘芊芊，你也敢跟我动枪？下他们枪！是，放下枪！谁敢？怎么回事啊？你们独立大队想干什么呀？洪大队长，你枪击国军军官，你在破坏联合抗战呢！你赶快，赶快送医院，快！警部，出事了！什么事大惊小怪的，还像个军人？红英开枪打伤了柳芊芊。什么？军统的人抓了小学老师，红英去救人，动枪了。红英呢？已经到了司令部。你太嚣张，敢在我的军队里开枪伤人！我没有伤人，我是在救人，而且我也没有开枪啊！你还敢狡辩？满院子的人都看到你拔了枪，都听到了枪声。柳芊芊已经住进了医院。师座，你太冲动了，你应该听我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听腻了。有话到军法处去说。上马子，在，缴他的枪。啊，是。
师座，教我的枪，仅此一次，因为我相信，你是个能辨明真伪的人。红英，真没想到，你也会说谎。带走。是。黑锅，你们在干什么？马上回军营。队长，那你呢？你们难道看不出来这是一场阴谋吗？我命令你马上回军营。兄弟们，给我撤！撤啊！师座，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红英把事情闹大。是的，在军内开枪伤人的处罚条例是你亲自制定的。我没忘。枪毙。我现在马上要知道，是谁授意军统的人到学校去闹事，到课堂去抓人。张娃子，到，你亲自去查。是。师座，不用查。我就知道你该露面。师座，我在医院安置柳芊芊，毕竟她现在是我的部下。到学校抓人，是你授意的？是，师座。特别班归我指挥。特别班的使命之一是侦缉、督察和消除一切不利于政府和领袖的言论。说抓人是耸人听闻，说带回特别班询问，倒确有其事。在营中，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师座，颍中是国民政府的疆土，秦某的权利当然是国民政府赋予的。师座，秦某无意顶撞你，只是想把问题说清楚。师座，请你先看看这篇课文。给他们讲吧。这黑色的脊梁承受过太多的苦难，这黑色的脊梁上也曾开过遍地的红花。如今，这副黑色的脊梁又将成为唤醒人民抗击日寇的战场。师座、参座，听出这几个排比句的弦外之音了吗？那我们倒是想听听你秦上校的意见。第一，必须电到重庆。当然了，电文的措辞要依据师座对此事的处理结果而定。第二，驱逐以红英为首的共党军人可以礼送出境。如果师座欣赏这支队伍的战斗力，也不是不可以变通个方式，比如说驱逐出淞沪师，再想法子收回来。什么法子？师座在各派系中征战多年，这点窍门还需要秦某这样的拙本之人来点透吗？师座，刚才在大门外我是亲眼所见，看见师座将红英关了禁闭，他独立大队那些手下们已经有所动作。师座，这帮子人可是造反的出身，近在咫尺，不可不防啊！哼，还有第三、第四吧？是，师座。第三，以这次赤色宣传引以为戒，迅速在淞沪市中恢复政治部和政治督导办公室，当然是按照重庆的意思来恢复。秦某愿意尽到这个职责，协同师座治理好颍中抗日战区。这最后一条是对红英的处理。本来秦某知道淞沪市有军法，
此事无权过问。但这件事涉及到柳芊芊了，秦某就不能袖手旁观。好了，就说到这儿吧。师傅，那秦某给上峰的电报该如何发？芊芊，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当时场面那么混乱，他突然朝你开枪，你怎么可能躲得了？退一步说，就算是独立大队的其他人开的枪，红英这个大队长也罪责难逃。真没想到，他这么恨我。这个不难理解。红英同萧逸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了，甚至比你我想象的还要深。毕竟吧，他们两个在营中朝夕相处，已经很长时间了。你别说了。所以说，芊芊，你一定要一口咬定是红英朝你开的枪。淞沪市的军阀我们都知道，红英他死定了。只要红英一死，你所有的烦恼和痛苦就都一了百了了。我跟他有那么深的仇恨吗？非得他死不可？我觉得我都快成魔鬼心肠了。芊芊，红英同你的仇恨到底有多深，只有你自己知道。本来我们同共产党就势不两立，至于说魔鬼心肠，没有这种心肠，还真干不了军统。哼，你可真是秦班长的得意弟子，连说话的口气都一样。师座，您出去。是。芊芊，伤得重吗？他倒没真想要我的命。我听说过，他的枪法很准。芊芊，红英为什么向你开枪？当时你们军统不止你一个人在场吧？我挨枪是事实，至于红英为什么向我开枪，而不向其他军统人员开枪，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我现在问的是你，大哥，你是不是想向我证明，红英在你心目中的分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我柳芊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太残忍了？我没有心思跟你讨论情感的问题。我现在要知道的是事情的真相。真相就是，的确是红英向我开的枪。因为在他心目中，我不仅是个军统特务，而且还是他的情敌。情况就这些，我要马上赶回医院，你们赶快制定一下方案。当然，你先回去吧。这样，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记住，今天晚上一定要在关押队长的禁闭室附近碰头。走吧。好。开会。黑姑，大队长不在，你是副队长，你拿方案吧。好，大家既然对我这么信任，我表个态。我认为，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一定救出红英。把这里的情况立即向特委汇报，等待指示。集合所有队伍，准备行动。行动前羁押这里所有淞沪市的官员作为人质，抢出红英，准备撤出龙口，等待特委指示。姚军，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同意。我同意。行动。大哥，请你告诉我，现在就告诉我，如果真的证实是红英向我开的枪，你会怎么办？你无权跟我这么说话。
你无权左右我的决定。好，既然你这么说，就只当我瞎了眼，瞎了10年。你那天晚上说要在营中保护我的话，全都是假的。那是针对秦淮喜，不是红英。多虚伪啊！原来萧逸制定的军法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是不是你在制定它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应该有一个叫红英的女人应该法外施恩？你干脆一枪打死我算了，然后再去讨好红英。芊芊，我真没想到，在红英的这件事情上，你对我如此误解。好，我可以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一旦证实了红英向你开枪，我以人格向你保证，军法无情。那会是什么结果？枪毙。看着，看着！报告师座。去哪儿了？我去找个地方方便了。电告老板：一、详细汇报共党大搞赤化，在军中枪击国军军官的案件过程；二、萧逸有可能以此事件在军中清理共党势力。我特别班即将在淞沪师中重建政治部和政治督导办公室。再给战区的翁长官发封电报，让他以此事件对萧逸施压。班长，独立大队可能要有所行动。哦，好啊，这可是阵及时雨啊！我会立即去营中见张书记。那你什么时候能够带回特委的指示？按说天黑后能赶过来，就是不知道路上有没有什么变化了。好，那你通知所有龙口地区暴露在淞沪师的同志们和交通站，告诉他们提高警惕，准备随时撤离龙口。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和独立大队可能要对淞沪师有所行动。黑姑，在特委指示回来之前，你别胡来。胡来？那你的意思啊？我和独立大队眼瞅着他们这儿害死红英，别忘了，我也是特委委员。卖包子了，热腾腾的包子，卖包子了。萧逸的侍卫长抗战原本就是独立大队红英的人，他趁萧逸不注意去了独立大队，显然是去通风报信了。这对萧逸来说就是背叛了。咱们趁此机会告发他，那萧逸对红英就更加恼怒了。这个主意不错，但还缺乏点力度，打击面也不够宽。小沈呐，你设想一下，如果独立大队贸然行动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兵变。这个罪名可不为过，不用我们告发，独立大队在淞沪师军中就不复存在了。还是班长你高见。是想说我狠吧？小沈，
无毒不丈夫，击败红英的独立大队在此一举。现在我们要做2件事：第一，盯紧独立大队的动向；第二，独立大队如果有此行动，不管他们节不节制红英，都势必会撤离龙口。这个嘛，对他们很容易，因为他们屯兵镇外，如此反叛的罪名就确凿了。咱们呢，再设法以战区的名义通知陶家场的刘金彪部，让刘金彪率兵在独立大队撤离的途中加以截击，说不定就会打起来。再看看萧毅怎么收场啊？那干脆直接让萧毅火并独立大队，不是更好吗？萧毅可没有那么糊涂，刘金彪的川军嘛，倒是最合适的。为什么？你们呐，平时就缺少观察。刘金彪对萧毅可不是真心的，他只是暂时的屈从而已。现在战区看中他们了，一道命令下来，他们还不受宠若惊，争先立功吗？不可置疑，是秦欢喜这个老牌军统一手策划的阴谋。这个阴谋有可能要得逞。老彭，你留在郢城，密切注意日本人的动态，警惕他们趁机攻打龙口。小刘，你跟我回龙口，最好能制止萧毅对红英的加害，还有独立大队对淞沪市的行动。要是这一切都来不及的话，那么独立大队就先以自保为前提，向陶家场转移，以待新四军的接应。张主见，陶家场可驻扎着淞沪市刘金彪的79旅呢。虽说他号称一个旅，但未必是独立大队的对手。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红英同志。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马上分头行动。好。铁血长河冷，潇潇金戈凉。剑为主角真正向，丈夫执掌气一方。我有千般爱，洒在铁甲银血疆场上。我有千般情，侵蚀了咸水洪流，两茫茫。